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持续的要来关心到的是中日之间的这一场政治的争议。我们持续要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7马赫反舰飞弹现在正式的亮相了，如何威慑整个西太平洋？等一下一起的来做关心。好，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要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先来看到是中国大陆这一家民企，它要量产的是7马赫的反舰飞弹。根据了解，反舰飞弹一旦成型的话，西太平洋的飞弹就会进入到了淡海的时代，包括了整个冲绳、西日本跟台海会全面的掉入火圈当中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会来关心的是北京另外启动的限日令，包括了兵棋部本来要举办的演唱会临时被砍卡了，现在被视为是羞辱性啊，中国对日本的羞辱性开到最大。第三件事情，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他一句话要中国大陆放下对日本的历史仇恨，惹怒了中国，新加坡因此被卷入在中日的战火当中。真的吗？黄循财是偏袒日本吗？还是被香港媒体给误解了呢？今天就这3个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中日之间的这一场政治间的战火，一路现在延烧，不断的狂烧到了军事，甚至到了国际舆论战了。先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一间公司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民企凌空天行，正是在军事领域，他们推出了超音速的反舰飞弹。这一款飞弹叫做御空己1000。先来看到它的这些基本档案，因为它的基本档案是直接让周边国家背脊发凉。先来看到它的射程是达到了1300公里，速度7马赫，而它的造价根据了解是70万人民币，只有传统飞弹的1/10。最可怕的事情是，它已经完成可以做到量产，而且非常的便宜。另外，在官方发布的模拟画面中，多枚飞弹是直接锁定在日本的名古屋，还有东京周边等等的地区。尽管东京距离中国沿海1600公里，其实是已经超出了这个射程，但是根据了解，它还是足以覆盖日本多个地区，从这个美军的基地这边的冲绳，一直到九州4国，还有本州西部，根据了解都是可以做覆盖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请教舰长如何看了这个低价量产的这一款飞弹御空己1000会如何改变整个西太平洋的飞弹规则？这一款飞弹可以直接对准冲绳美军基地、西太还有台海，对他们的威胁到底有多大？甚至有办法威胁到东京吗？舰长怎么看？如果我们从它的一个公布的画面来看的话，其实它的准度是100%的哦，它直接的命中这个目标，而且他说，从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张图啊，从发射，那我是没有截这个它命中的图，那可是他他特别强调，从发射到命中这2张的过程啊，其实代表都是实际上拍摄的，而不是使用动画啊。那但是其实它最大的效果是，其实它是民间公司产生的，它不是一般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大陆国企所产生的啊。那它其实有几个部分，以前我们都谈到这一种高超音速飞弹的话，其实它多半使用的是这种耐热的，无论是陶瓷或者是它的一个耐热的钢板啊。可是它这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凌空天行，它用的是水泥，大家想都没想到，它用的是一个发泡的水泥的材质。那其实它这里也已经告诉我们说，它的也就是拦截的方式啊，到底是如何？也就是它到达了目标区之后，它会自动的打开 Seeker 那寻标器，然后来辨认目标。那也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它攻击的应该是航空母舰，可是他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代表不一定哦。他可能先攻击的是我们讲到的防空指挥舰，一旦防空指挥舰被瘫痪之后，其实航空母舰被命中的可能性更高。那另外，他在这个
CG 里面，它特别强调另外一件事，也就是它可以自动躲避这个威胁。也就是说，它是如何测得说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它的一个征收范围，这又是另外一个部分了。那它为什么可以造价只是过去这一些飞弹的1/10呢？因为它用的都不是我们一般所用的军规的商品，例如说他讲说，他使用汽车用的这些缆线来取代航天级的这个缆线。那另外呢，他使用工业的标准的一个料件，例如说各种的螺丝啊，然后来取代航天的这个部分啊。也就是如果我们来看到这个很类似的一个产品，像东风17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它前面就是一个乘波体的一个构型，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东风17。那东风17它的射程可比这个远得多，也就是它的射程在1800公里到2500公里之间。那这一个也就是同样的，我们刚刚讲到的日本的各个的一个从北海道南到这个与那国，其实通通都是范围之内啊。是，而且它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一个御空级1000它会有如此的想象？也就是说，其实它采用了非常多这个军用的思维，但是不是军规的产品啊。那它在整个结束之后，它还有彩蛋啊，彩蛋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也就是它其实暗示着它这款飞弹其实对于有关于冲绳、九州4国以及本州的部分呢，它是可以命中的。那这我们就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盾很利的时候，那我们要想到矛的本身它的捍卫能力。那其实这个就是大家现在一直在讲有关于与那国岛的这个03型的这个中程防空飞弹。其实这个防空飞弹它的拦截的距离只有50公里啊。那拦截50公里的话，那这个是现在所使用的03式。可是实际上来讲，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在西南诸岛用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个03式的部分，而是有新的一个弹翼的结构。那这种弹翼的改变之后，可以使它的那个转向的半径更小，速度更快。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说日本要不断的在改进这些装备。那其实高市早苗就从这些装备里面，他觉得很有底气啊。但是我们讲到说这一种飞弹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拦截，无论是这个御空级1000，或者是东风17，或者是东风16，其实它都完全没有办法拦截。也就代表说，其实很多的政治人物他们都用断简残篇来进行判断，然后做政治的决策，反而将国家带到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场中日的冲突之下，不管是来自于大陆的东风系列的武器，或者是御空级1000，接下来会针对于日本或者对于台海的威胁，其实这一场争议还另外威胁到现在已经整个外溢到不管是军事领域，甚至是在文化商业领域，有几个大型规模的这个文化的商演已经决定要暂停。我们先来看到对于日本的冲击又有哪些，包括了滨崎步在上海的演唱会开场的前一天临时取消，另外还有大龟珍稀的活动也终止了，面包超人还有美少女战士等等见面会、音乐剧等等全部取消，被形容是比当年韩国它部署这个萨德飞弹系统引发的限韩令还要更狠、更突然，而且具有这个羞辱性。杨老师怎么看对于日本接下来娱乐产业的威胁？我倒不会说是羞辱性，我觉得比较正确的形容应该是针对性啊。那它当然，如果日方感觉到羞辱性，这也是可能附带的效果。可是它主要是针对，也就是高市早苗的发言。那中国大陆这边要采取一些抵制、反制，啊，甚至接下来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外交跟经济上的制裁，我们不知道。目前你看到它的民调，最新的民调啊，其实就是在我们台湾经历过嘛，你搞那个抗中保台，你民调就会高，因为都是民粹化了，那你尤其你在日本现在搞抗中保日，那就是这个概念。
抗中保日里面呢，其实已经没有台湾有事的这个概念了。台湾朋友先不要高兴，因为在整个现在这个叙事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只是一种论述，但是高市把所谓的台海有事影响日本国家安全，叫做存亡危机事态，那作为一个连结，而且把它直接讲出来，而且不愿意撤回。虽然在美国川普的敲打之下，他有一点修正，退回原点，但是大家知道嘛？老大哥讲话，你总是要去呼应他。可是老大哥没有叫我们撤回，因此他就坚持不撤回。这种抗中保日的这种情绪其实在日本发酵。我必须要讲，最新的日本经济新闻跟东京电视台，那他们都算是不算比较中间的就是这个媒体立场上没有说偏左偏右。高市现在支持率75%，这已经不是什么小权支持率了，它已经突破小权天花板了。那也问到了有关于台湾有事，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其实就很清楚啊。集体自卫权的意思就是说，日本可以出兵，支持的认为这个言论合适的55%，不合适的30%。现阶段目前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大概已经来到这个最高点，那接下来会往下掉。接下来你看到的中日之间的冲突，跟经济上的压力，跟后续它的政策上的问题，就会开始出现这个民调的这个影响。那中国大陆这边现在我看到的数据到现在到年底就12月份，大概从中国大陆前往日本的班机总共是5548班其实非常多，已经取消了904班所以将近20%被取消。还是有80%维持的，所以中国大陆也不是全面性的抵制。那像是旅游比较大的影响的这些都市就取消。那因为这904班里面，其实大部分前往大阪、东京，所以大阪这边大概团客取消掉50%，这会有冲击。如果持续下去，真的会有冲击。也就是说，日本人可以说你不来，别人可以来，但是这个影响还是会出现的，尤其后面的消费那差别更大。所以就是你现在看到，你用外交还是经济上的，还是要用民间的。那我觉得滨崎步他这个没有观众表演到位，这个其实大陆不管是我觉得北京方面跟大陆各方面都看到了，也就会尊敬说有一些日本艺人的这个敬业度，以及很多的日本人，像石破茂，从头到尾每天都在批高市，所以还是有相当多日本人是看得懂，看得清，那也不希望说中日之间走向一直的这种冲突，所以最后就回到高市了。那高市他会不会退？我觉得短时间他不会撤回这个发言，但是不要忘记，明年一整年中美关系会是比较稳定，所以呢，日本可能最后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要不然来自于美国压力。要不然就高市面对到中日之间的民间或经济上的压力，他最后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动作出来。是好，一方面高市接下来可能会面对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刚刚说，虽然说现在中国大陆限日令等等会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冲突，看起来不是太大，但是接下来恐怕对于日本本来 GDP 成长就已经比较小，可能会陷入负成长，是否又对高市带来另外一波的压力？这个我们要持续的来做观察。不过另外就是有比较奇怪的事情是，大家现在在看，就是说新加坡，政治上过去立场不是都一向比较中立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说出这些话？因为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在近期他在这个彭博创新的经济论坛谈到中日关系，他竟然说呢，他说我们已经放下了历史并向前走，东南亚国家已经跟日本可以做到这一点了。虽然说花了一些时间，希望中日你们也能够找到方法前进。这一番话似乎暗示中国还是你自己得放下历史成见。话一出引发了大陆网友非常的不满，有人形容他好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的强烈反感的感受，批评黄循财根本偏袒日方。另外有一篇文章，这个叫做《新加坡为何敢干涉中日的争端》，直接就登上了中国大陆的网站的热搜。那当然了，新加坡的这个《海峡时报》就帮黄循财做澄清，他说是部分香港媒体故意的曲解，刻意操弄情绪。真的是这样吗？黄循财是否真的偏袒日本，还是被香港媒体给误解了呢？委员怎么解读？我觉得是大陆的媒体偏袒黄循财。到现在为止，大陆的媒体、大陆的官方
没有一句话说黄循财，提都不提，反而是大陆的民间跟网民对于黄循财大加痛批。其实这个新闻第一个时间出来的话，我就在媒体上大力批判他。为什么？就是不长眼睛，叫做白目，叫脑筋短路。这个话当然很难听啊！哦，一国总理被我说成这样子，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批判他哈。你说忘记2次大战的历史，然后这个要新加坡跟日本往前走，那好啊，新加坡14岁孩子念的中学教科书、历史教科书里面写得清清楚楚，2次大战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占领到1945年，短短的3年内干了什么事儿，教科书写得一清二楚。那你黄循财把这个教科取消啊？那个教科书不像台湾教科书哦，提都不提啊，写得很详细。循财凶，我念给你听。第一个叫肃清大屠杀，他把所有的当时新加坡人口只有50万人，注意到不是现在的人口，当时只有50万人，把所有的男人集中，他们叫检疫，一个个检查，来判断你是不是抗日分子。那你要忘掉过去，你们新加坡整天在教你们孩子这干什么？而且你还把它当作新加坡立国的最重要的故事。说为什么新加坡要立国？为什么新加坡要有军队？那你今天在讲什么？第二个，中国大陆有因为南京大屠杀、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长江会战、太行山这个游击战，把它拿来当理由，所以禁止滨崎步演出吗？或者禁止日本水产进口吗？禁止日本牛肉进口吗？没有啊！你看，南京大屠杀照常纪念，寿司照常吃，92阅兵、93阅兵纪念什么？纪念所谓的反法西斯以及抗日战争胜利，什么80几周年？请问你，北京有叫大家去抵制什么日本餐厅啊？抵制日本旅游吗？没有啊！93大阅兵结束了以后，还不一堆人跑到日本去玩？10月黄金假期还不一堆人跑去玩？中国大陆没有把这个事情连在一起啊！中国大陆跟你们新加坡一样啊，就搁置不提嘛，正常交往嘛，可是现在中国大陆对于日本愤怒在哪里？你黄循财根本没有搞清楚，这跟过去的历史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很简单嘛，中国大陆说我要收回台湾，台湾是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今天刚好开罗宣言的80几周年，是这个我要收回，和平统一或者武力统一，你日本要插一手你日本战败国把土地还回来给我以后，你现在要插一手那你还在与那国岛、石垣岛，还叫你的防卫大臣去那边看看你们的武力设施，那边装的导弹可以打到什么地方？可以打到上海。请问你什么意思？中国人不愤怒吗？你说你要介入什么存立危机事态？什么叫存立危机事态？第一个，只要宣布存立危机事态，日本所有的防空反舰导弹全部启动。第二个，它的神盾舰在横须贺、在佐世保的神盾舰跟驱逐舰全部出海，进入战斗状态。它的反潜机立刻在台湾海峡、在巴士海峡、在宫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布下反潜线。最后一个封锁宫古海峡跟巴士海峡。请问你，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啊？我没有冤枉你哦。存立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要干这个事情啊。那中国会怎么想？你该还我的东西，现在不还我还要插手啊？那是准备2次大战还没结束的样子嘛？是啊，所以敌国条款就出来了。联合国敌国条款就写这些事情啊。你战败国该履行的东西你不履行，我就有权利打你啊。那更扯的，其实我觉得中国反应还蛮温和的。你看这2天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高市长嘛只稍微退了一点点，中国那个反日气氛就开始下降了。我一点都不冤枉中国大陆啊！你们日本把中国大陆逼到墙角，什么逼到墙角？你不是还在韩国啊？高市长们还跟习近平讲，我们要战略互惠。你用这种方式战略互惠啊？
那你不是整整打习近平跟中国一个大耳光吗？都还要我解释吗？那你黄启才在讲什么？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你搞不清楚状况，堂堂一个新加坡总理，新加坡总理给人家的印象中非常精明，处理问题啊，像这个快刀斩乱麻，都很精准。你完全搞错了问题啊！那你新加坡海峡时报，那当然是新加坡政府控制的报纸嘛。你说批评香港，港媒批评你啊，或者台湾我们这几个人批评你啊，也不会伤到一毛。你现在还不承认错误，还叫海峡时报出来洗地，那当然香港的媒体更愤怒，可是大陆的媒体静悄悄的，静悄悄的。哎，大陆你好人不要做那样地步，好不好？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